Hello，开始直播。大家周末好，又到了今天我们一起练习杠铃的时候了。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不讲新的动作，主要复习一下一些基础动作，然后把大家串一串，讲一讲细节。第一步呢，大家先一起跟我活动一下手腕，两个手交叉，然后旋转手腕，动作慢一点，不要太快。杠铃运动整体上是活动全身的，但是它也是需要用我们的手腕负重比较多，所以提前活动好，做好热身，避免损伤。手腕和脚腕都是大家日常最容易出现损伤、出现劳损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好多时候觉得稍微休息一下，是不是就能好呢？很多并不是好了，只是说逐渐适应了，或者你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然后手脚越来越僵硬，它的功能变差的，并不是说休息就好，还是有针对性的去锻炼啊，去治疗才行。然后第二步呢，我们把一只手握住手腕下面一点，大概2、3寸的地方，不用说紧贴着这个手腕。被握住的这只手，用4个手指把大拇指握住。握住手腕的这个手呢，不需要太用力。麦克风掉了，不需要太用力，轻轻握住，给它一个阻力就可以。然后被握住这只手，最大限度去旋转，不用太快，慢慢旋转。我们转一个方向转10下左右就可以了。好，再反过来，反方向转10圈。那你手腕有问题，可能会听到里面有一些轻微的弹响，或者有卡顿，或者有活动不流畅的地方，都是正常现象。好，换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然后4指握住大拇指，给一个阻力，轻轻的旋转。转的时候握住的这只手呢，要和旋转的手腕要反方向的有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好，再反过来转。再回到右手，再回到左手。转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肘和上臂紧贴着肋骨，这样让肘关节它是一个固定的状态。我们把尺桡骨的肘关节的这一端就固定住，然后活动手腕这一端，就可以让尺桡骨对齐，恢复手腕的灵活性。做完以后，通常都会感觉手腕更轻松啊，手指更灵活。那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小的锤子，也可以用一个轻一点的杠铃。预备式，两个手握住锤子或杠铃的末端，让它处于正前方，让这个你的工具锤子或者杠铃跟地面垂直。我们的手腕呢也是跟地面是这样垂直的状态啊，不要出现这种翻腕的地方。然后上臂和前臂是90度贴着肋骨固定住，在身体的正前方。就是预备式。预备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下手腕的热身，还是上次讲的这个雨刷器的动作，往左倒，往右倒，不用太快，感受它的重力的变化和手腕的旋转的角度。
我们把两个手的位置换一下，上手和下手交换，然后再做一下。这个动作也可以单手做，单手难度就更大一点。好，接着就是持剑式，手臂伸直，然后把它棒铃或你手中的锤子推出去，往前，让锤子或者棒铃变成跟地面平行的状态，再回来，肘回到肋间。这个是一个基础动作。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基础动作重新强化一下？就是有一些细节做到之后讲一讲，提醒一下大家，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棒铃锻炼效果更好，避免一些损伤。俗话说就是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嘛。前几天我不是讲这个学中医的这个入门的一些推荐嘛，就有这个网友给我写邮件，就说已经学中医学了10几年了，各种知名的老师的培训班上了很多，结果10几年下来呢，觉得自己好像学了很多东西，又好像什么都没学到，只能给家人做一些简单的外治，治一些小毛病，但是一些大的病呢，自己分析不出来，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方法去做。这个现象是特别典型的。我分析呢，主要就是因为，尤其是从其他的专业转过来，然后从业余开始爱好中医，学习中医，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的基础的知识没够，没有打牢这个基础，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这些基础的概念、基础的理论、基础的学说，没有这个充分的掌握。这样呢，你去追着这种所谓的名师也好，所谓的流行的疗法也好，你去学其实是学不明白的，只能学一个表面，或者说连表面的样子都学不会，因为你不能理解，啊，就不能灵活的应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就是不要好高骛远，先把基础打牢，先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弄清楚。对，就是棒铃本身就是他为了训练武士的一些使用武器、防御攻击的一些动作，所以棒铃学好，稍微变化一下就直接可以攻防。感谢 Rock 饭发送的星星，感谢这个礼物啊。我们还是说中医，中医的话，你学10多年，这个应该是花了很多的金钱、时间、精力，但最后得到结果却不满意，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顺序搞错了，你没有搞清楚这个基础的东西。你基础的东西去学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市面上，不管它售价可能很高啊，或者很便宜的培训班也好，所谓的拜师去学的技术也好。它其实都是在你的基础的教材里面都已经有了，只是你可能你去学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没有注意，或者不认为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实际上基础的东西就已经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学会这个活的病，就是我们说教材上面讲的病啊，讲的治疗方法、治疗技术都是一个叫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就是理论上讲，这个人得什么病，应该是什么症状，应该怎么治疗，这个都是标准的东西。但是我们实际治的病人呢，都是活人，没有人是按照那个教科书上去生病的。这个就需要你有一个独立思考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把这个病情从患者的语言描述，然后查体得到的症状分析总结出来，它到底是什么病，是什么症。然后你才能够选择适当的技术，得到一个好的疗效。因为病人并不总是都是如实说的，这一点呢，我就建议大家多看看这个医化系列，就是有一套书呢叫五方医化，里面是5本书，分别是南方医化、北方医化、长江医化、黄河医化，还有一个燕山医化。
因为中医啊，它是中国的这个环境产生的，中国这个地域辽阔，人呢也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生活习惯、风俗，然后经济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生的病，然后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Rock fan，感谢发了这么多的小星星啊，谢谢你的礼物，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发大财。所以你看一看这种五方医话里面，就是有明老中医他写的这种很简短的，一般都是1000字左右的小文章，但是他都是他思考过临床当中观察到的现象啊，分析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活的东西，他是没办法写到教材里面的。但是你去看这些老中医写的文章之后，这个医话，你就会在临床当中碰到类似情况，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处理，或者是给你一个思路。至于在国外，就是在海外行医的中医呢，我建议再多看一本，于天兴老师写的叫《海外医话》。于天兴老师是中医科学研究院的，中医现在是叫中医科学研究院吧？原来我们就叫中医研究院。然后他是在英国、在马来西亚，然后在很多国家都出诊过，公派出去的。工作经验很多，而且他观察的很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然后生的病的特点、人的体质的特点，应该怎么调整方子啊，怎么调整这个穴位，写的很有趣。我觉得书也不厚，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再根据你自己的临床经验，根据你所在的地方的病人的特点、生活习惯，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调整了。最后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金瓶梅》啊，就是我之前那个直播里面也是跟大家推荐过嘛，就是我说这个你光看医书是当不好医生的，你要想当一个好医生，你得把《金瓶梅》读读。好多人以为我开玩笑，其实不是的，就《金瓶梅》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没有之一。它是一个反映明朝时期的一个社会，它写的是宋朝，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明朝的一个市井文化，然后很多的现象里面是很有生活经验的，里面他写了很多跟医疗相关的，比如李瓶啊，比如这个西门庆啊，他这个生病，然后怎么看病，这个医生怎么诊断，怎么跟病人交流，为什么这么交流，这个写的非常详细。这个我看看下周，就是我把上次直播没说完那部分，补充一下，然后就讲讲这个学医必读《金瓶梅》，为什么要学这个《金瓶梅》，然后你怎么能够从这个书本里面应用到实际当中，你成为一个有不错疗效的一个医生啊。那学医是要重视基础，然后要活用。我们去锻炼棒铃也是这样的，就是要把基础你要打牢，基础的细节你做得越好，你学后面的动作，你去练的时候，你身体受益越大，还不容易受伤。如果你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好多容易犯的错误啊，犯了以后你去练得越多，你要想改就越难。就是我们老话说，就叫学全容易，改全难嘛。Rock fan 说：“我想起算命的看见招风耳，正确的话术是说这人比较能听得进去意见，不执着。对，哎呀，这个就是要学会沟通，正确沟通很重要。那我们说这个棒铃也是这样，就是你把基础练好，这样你学后面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就很容易，而且不容易犯错，不容易受伤。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下，之前讲过的一些基础动作。第一个呢是，叫高翻，这个我之前没有就是完全讲，但是动作呢大家是有做的，就它是有一个正摆接正摆，正摆上来之后呢，我们一般是跟肩同高的状态嘛，然后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把棒铃竖起来，然后上臂和前臂变成90度，然后回到预备式这个姿势。然后再下一步棒铃呢，就是把它伸直变成持剑式，然后顺着它重量再变成正摆。它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
这个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个收，把手臂和棒铃收到身体前，但这个收呢，不是说靠你手臂的力量，是它靠它这个摆动摆上来之后，这个借着它这个力量收回来，收回来同时呢，因为它有一个惯性嘛，你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会打到你的脸或者打到你的锁骨，会伤到自己。然后怎么做呢？正确的做法是我离远一点，正确的做法是收的同时顺着这个力量，然后稍微屈膝，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收在身体前面定住，就是一个控制。这个练法呢，在传统的武术、传统站桩里面叫做立桩，就是它通过一个瞬间的一个屈膝，然后把你的身体提纲挈领，就好像我们收拾衣服或者收拾被子的时候，提着这个衣服的领子或者是被单的一角，然后把它提起来，这样一抖搂，然后让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这个床单受重力作用嘛，它就垂落下来。就把你身体里面把这个里面这个褶皱就拉平了。那我们这个立桩呢，就是通过一个瞬间的一个屈膝卸力，然后通过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身体里面不合理的这些应力就卸掉。卸掉的同时呢，你身体里面的筋膜、脊柱的骨骼的结构的这个力线就变得平整，没有多余的这种无用的应力。然后同时，你这个棒铃就可以稳定的停在身体前面，而不是说它靠着受着这个惯性砸到你自己身上。那我就是和这个正摆，然后加上这个高翻一起做一下。正摆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做的时候一定是用这个折胯，折胯我就不再细讲了，之前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具体说呢，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个屁股往后，然后腹股沟这里折叠，这样来把这个力，荡回来，荡到身体后面，就是我的手臂，然后一直到这个身体的中线之后，然后同时呢略微屈膝就好，但是要保证这个膝关节是锁定住的。会出现这个棒铃正摆之后，腰不舒服、膝盖不舒服的，往往就是他做这个折胯的时候啊，他这个膝盖没锁住，就是往前屈太多了，或者是一直膝盖在晃来晃去，变成这个动膝盖来调了。这个呢是，有一些你做这个点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做，因为那个幅度小。我们还没有讲那个动作，你做正确的正摆的话，就还是通过髋关节来启动，然后膝盖呢只是辅助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屈就可以，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晃动。我用锤子就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正摆加上高翻，先做一个晃动回来，高翻，就是这有一个膝盖微微弯曲，我做的夸张一点就是弯曲的比较多，但实际上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感觉，然后让这个锤子让你这个棒铃和身体成为一个整体往下坠，这样它就没有多余的其他方向的应力了。我还是用棒铃做吧，这个锤子太轻了。收的时候屈膝啊，就定在这里了。这个棒铃，这个有点太轻了，对我来说。这就是高翻和正摆。好多人说就是折胯这个还是掌握不到位，就是我们还是上次也说了，就是可以做一个这个侧手一只单手，正摆就是前后摆动加上一个对侧的一个撤步，然后变成一个前脚是屈膝，然后后脚呢撤步，这样是一个弓步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前脚这个胯就是一个折胯的状态。我就示范一下，这个也可以双手，就是我们双手这个一个摆动，同时加上一个撤步，
也可以这样交替啊，交替就是稍微的有意思一点吧。手臂是不需要用力的，我斜着做一下。嗯，然后我们再做正摆加高翻。换一下手的位置。这个就是正摆加高翻，我们要讲两个基础动作，然后就是投掷，投掷就是很重要的杠铃基础动作。刚才两个动作有下肢的，有上肢的，然后我们投掷呢是预备式，在身体的一侧，然后我们先徒手做吧。大家做这个投掷的时候，可以先用手找找感觉，就光用手，然后假装我们再拿一个杠铃，但实际上是没有，还是前臂和上臂90度贴近肋骨，然后保持这个90度不动，保持这个90度不动，然后过来从肩膀过去到头后，头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肘尽量是屈，让手是低于这个肘关节的。然后这个时候投掷是用我们的背阔肌，用我们后背肩胛的力量，然后把手臂拉回来，然后还是保持90度回到预备式的位置。我们加上棒铃。这个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稳定住核心，不要这个棒铃在后面的时候把肚子挺出来，把这个后背往后仰，这样，腰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我们主要还是要通过这个手臂的动作，同时保持下盘，保持这个核心的稳定。好，换一只手。这3个动作就可以连在一起，正摆加高翻加上投掷，我做一下。
多练红心对流量有帮助啊！大家如果不是跟着练的话，可以多点一点啊。据说这个很有帮助的。我看我之前有几期大家点的比较多的，好像推送的那个曝光量会更多，但是本身也是小众频道、小众视频，看的人还是相对少。这个是今天讲的3个动作，一个小的组合，正摆加高翻，然后我们加上投掷回来，从预备式，然后变持剑式，说顺这个重力又变成一个正摆。这个动作呢，大家可以做一个日常训练的小组合，这样手臂、上肢下肢都锻炼到了。也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折胯掌握的还不太好，就不用做正摆，就是变成这种撤步，就是手臂就是一个前后摆动单手也可以，然后双手也可以，看大家的习惯。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投掷的一个伽马吧，就是我们到这个高翻之后，从一侧过来到另一侧回来，再转回来，然后再变成高翻的预备式的位置，然后再回到这个正摆。换一下两只手的位置。大家练杠铃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求这个重量啊，追求数量，就自己练舒服最重要。基础动作做熟了，然后再加组合。不是说一开始就上来做很多组合，然后大家杠铃的时候一定要靠着它这个重力去感受它的重力的摆动，然后我们要利用这个重力来让身体完成高质量完成各个基础动作。我知道网上很多视频他做的就是很流畅那种，他练了很长时间嘛，有可能他后期还做了一些剪辑。实际上大家不用追求那个，它是分硬式和软式。那种
硬式呢就是那种完全不停，直接就做。那软式就是刚才我这样，就可以每一步停一下。正摆完了，预备式停一下，你停1秒也行，停2、3秒也行，多停也行。然后想清楚了，哎，再做下一个，再做投掷。然后回来之后再停一下，然后休息一下，调一下呼吸，然后再做正摆，再回到高翻，再做预备式。这个就是可以一步一步来，这个就是软式杠铃呢，就是适合基础啊，并不是说哪个更好，哪个初级低级的，这个就是大家初学，我建议就是先做这种软式的就可以了，就是每一步稍微停一停，把动作做标准，把动作细节做到位，达到锻炼的效果更好。不一定非要追求网上那种就是流动啊很流畅那种是你练了有一段时间动作已经很熟了，然后再考虑那种往往是它单组的小动作基础动作或者是几个小的动作组合训练完了，最后收尾的时候把之前当天练的所有动作串起来做一个流动，就是让身体充分活动充分舒展一下，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锻炼方式。我们今天我想想再做一些什么，高翻，然后正摆，投掷，先做这么多吧。就是基础的动作很多，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基础的掌握好，就可以有很好的锻炼效果了。今天直播就不太长时间了，就半个小时，大家把基础动作学好学明白，然后练好，就可以让身体受益了，不是要追求高难度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半个小时，祝大家周末愉快。